其实对于专业摄影师来说，每一个摄影师都需要一台随身机，因为随身机的存在呢，可以让你抓住更多精彩的瞬间。我对于随身机的要求呢，就是第一个是便携，第二个呢就是画质的不妥协。我是人文地理摄影师张千里，这次旅行的过程中使用的 Xperia Pro I 进行拍摄，让我对手机摄影有了全新的体验。这次 Xperia Pro I 采用了1英寸的 CMOS， 所以它的画质表现呢就会非常的好。比如说对于景深的控制，对于弱光场景，或者是大光比场景下的成像的表现，都会有更好的效果。很多时候是在旅行，那种场景下面经常会碰到的是光比很大的那种场景，所以对动态范围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再有一个黄昏的场景，天空非常亮，划船的人在树林里显得非常的暗，但是经过它的高动态范围的表现，让这些暗部的细节也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呈现，看起来呢非常的自然，非常舒服。这次因为采用的是一个1英寸的 CMOS， 它的弱光的表现呢非常的好。其实对于手机来说，在晚上拍照是一个软肋，经常能够拍出噪点很大的那种照片，但是现在呢不太一样了，我们把 ISO 再往上推一些，也依然可以获得一个暗部细节比较好的成像效果。这次 Xperia Pro I 拥有 2.0 和 4.0 两档光圈。其实我以前对手机摄影最不舒服的一点啊，就是光圈是不可以调的，但是这次呢多了一档，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因为 2.0 这一档我在需要大光圈然后去虚化这个背景的时候，它可以有很好的表现。我在弱光的时候它也会非常的方便。然后 F4 那一档呢收了2档光圈，可以获得更大的景深效果。我在拍摄一些小溪瀑布的时候就非常的好用，哪怕是不用滤镜也可以直接的去拍出一些流水虚化的动态效果来。那这次呢主摄镜头采用了一个蔡司的天塞镜头，它的结构特点呢就是可以在一个比较小的体积里面用一个比较简单的结构就能够达到非常好的画质以及色彩的还原。 Xperia Pro I 延续了 Xperia 1 Mark III 的实时对焦和高速连拍功能。对焦，它的对焦很快，我们在拍摄的时候你会看到有很多小绿框不断的会在屏幕上面出现，去寻找那些合适的主体，反应非常的积极和迅速。 Xperia Pro I 这次呢采用了3个焦段，这3个焦段呢一个是16毫米，一个是24毫米，另外一个是50毫米。它涵盖了超广角、广角和中焦，给创作者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的空间。我们去拍摄溪水的时候，我选择先用手机去取景，觉得不错再拿相机去拍摄。其实在瀑布和悬崖边上拍摄呢，最担心的就是你的设备掉下去。这次呢我觉得特别好，就是配备了一个手绳，我可以把它套在手上，这样子呢就会非常安心的去进行拍摄。它的防水性能也表现得非常的好，达到了 IP6568 级别的防水防尘标准。我在瀑布底下拍摄，淋了好久，手机都没有受到影响。另外呢就是它延续了快门按钮的设计，因为这个快门按钮它像微单相机一样提供了2段式的一个操作感受，所以呢你把这个手机拿到手里进行拍摄的时候，就好像是拿着一台相机在操作。其实摄影师对于随身机有着一定的要求，比方说开机快、对焦快、画质要好，要有一定的专业功能。那么现在我们其实可以用这台 Xperia Pro I 来代替，因为你可能不带相机，但你不会不带手机，所以它可能会更加贴身、更加称职的去当做一台随身机来使用。 Xperia Pro I 将会是我的随身机。